自从我国加强了台海巡航的频率和力度之后，美军穿越台海的次数就骤降，去年已经是最近4年来的最低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随着我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，美国认为中国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霸主地位，开始频频针对我国，特别是台岛，不断地针对台湾问题做文章，想要阻止我国的发展，甚至是打算将台海区域作为未来中美对抗的第一战场，多次派出军舰穿越台海，来达成自己占据战场主动权、怂恿台独势力的目的。解放军对此也是不再忍让，做出了对等回应，同样派出了军机军舰进行台海巡航，并且多次展开了围绕台岛的实战化演练，亮明了我国态度的同时，也展示了我军的实力。在看到我军动真格的情况下，美军舰穿越台海的频率也是骤降。统计显示，美国海军去年总共在南海区域只进行了4次的航行行动，是5年来最少的一次。而在之前，美军在南海地区的航行活动几乎每个月都要来上那么个1-2次。而另一个资料则显示，美军第7舰队在去年仅派出过9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，是4年以来最低的一次。要知道，在往年，美军可都是每年要派出数十艘军舰穿越台湾海峡。不过，美军似乎也是觉得自己在去年穿越台海的次数太少了，显得自己落于下风了似的。在新年还没过去1周的时候，就派出了1艘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。东部战区在发现这艘军舰之后，迅速地组织了兵力，并对这艘军舰的行动进行了全程跟踪警戒。一切都在我军的掌握之中。显然，美军这次的行动和以往不一样，这次的行动很老实，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，我军这才能够让这艘军舰顺利地通过。如果有动作的话，恐怕早就是开火进行警告了。毕竟我军可不是当年台海危机时的软柿子，可以让人任人拿捏的存在。按照台防务部门的说法，在去年的1年间，解放军总共出动了3445架次的战机在台海活动，换算一下的话，就是平均每天出动9架次战机巡台，堪称是风雨无阻，每天打卡。而且这还是台防务部门自己检测到的，还有很多战机是台军所看不见的，比如说歼20，在过去的多次对台巡航中，我军都明确表示了歼20参与到了其中，但是在台防务部门的报道中，却没有一次看到歼20的身影。显然，在过去的1年中，我军参与了对台巡航的战机架次绝对不止这么多，可能都已经破4000了。在对台巡航上，我军不仅是频率变多了，力度也变得越来越大了。之前局势还没这么紧张，为了不闹大，所以在巡航时还保持了很大的克制，没有直接在台岛上空飞行。但是自从佩洛西访台之后，就打破了这一默认的原则。所谓的台海中线根本不存在，每次在进行台海巡航的时候，大批战机均贴近台岛上空，让台空军不得不紧急出动战机升空进行应对。就拿最近的美国侦察机接近我国周边来说，解放军出动了歼11B 战机挂弹升空，与这架侦察机进行了贴身的近距离亲密接触。美军见状，不得不驾驶着战机慌忙逃窜，在事后还指责我军的这种危险行为。在去年，美军军舰穿越台海次数为4年来最短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因为在去年发生了一件对全世界都影响重大的事——俄乌冲突。虽然表面上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，但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是俄罗斯与美国与整个北约之间的冲突。正是俄罗斯牵制了美国太多的精力，使得美军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双线作战。军援乌克兰，帮助乌克兰对付俄军的同时，还来台海地区挑衅解放军，显然抽调不出那么多精力。所以在过去的1年里，美军穿越台海是历年来最低的一次。而随着俄乌冲突陷入僵局，美国显然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继续耗下去了，便开始减少了对乌军援。而减少了对乌军援之后，美国在这时候又有精力来对我国搞事情了。自从新的国防授权法案通过后，就不断的在我国周边挑衅。
之前的驱逐舰穿越台海只是一个开胃菜，恐怕真正的大餐还在我们过年的几天，为的就是不让我国过好这个年。因此对于美军还得格外注意才行。